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2月11号周五，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大盘今天大跌。然后呢，在个股方面，我们聊一聊 SANS 呢，最终是收到了 FDA 批准的一个通知，可是呢，它的股价却是暴跌了30几个百分比。是什么原因呢？我跟大家做一分析。另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操作和思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SANS 在周五盘前终于公布了大家都在等的对它180天的 CGM 的 FTA 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 ，SANS 宣布它的下一代的 Eversense 的E3连续的血糖监测系统，也就是180天的产品，得到了 FDA 的批准。公司呢也是预计在它的全球的商业伙伴 Sensia Diabetes Care 的参与下呢，该产品将在2022年第二季度开始在美国上市。这个 Eversense E3 CGM， 我们知道在先前的 Promise 研究中被发现有 8.5% 的平均绝对相对差异，也就是 MARD。这个数字呢非常高，说明了它的 E3 CGM 系统呢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准确度，所以呢这是帮助 CGM 获得了 FDA 的批准。同时呢，这个180天的产品与目前市场上90天的产品呢，可以把它的时间扩大了1倍，可以给患者提供长达6个月的精确的一个血糖的读数。综合这2点呢，就给希望那些利用 Eversense CGM 和完全可植入的传感器的所有的这些优势来管理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SANS 的股价不涨反是暴跌了近20%个百分比，是什么原因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看法和思路。与此同时呢，公司也是公布了它预计的一些业绩的数据，我们来一块看一下。SANS 预计呢，2021年第4季度没有经过审计的收入呢是达到了400万美元左右，而过去一年，也就是2021年呢，约为1370万美元。到2021年年底，现金等价物和有价的债券呢是达到了1.82亿美元。同时呢，公司还是公布了2022年的指引。SANS 预计2022年全年的一个净收入呢是达到1400万至1800万美元之间。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华尔街对 SANS 的一个预期。我们看到从屏幕上方，对2021年呢，总共有7个分析师。最低的对它 revenue 营收的预计呢是在1346万，而高的呢是在1380万，平均下来了呢，华尔街的预期呢是1359万，而 SANS 自己刚刚公布的预计呢是1370万，所以我们看到是击败了市场的预期。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022，也就是今年的情况。同时也是有7家的分析师做了预期，低的呢对它的营收的预计呢是2420万，高的呢是3300万，平均下来呢总共是3074万美元。而他刚刚公布的自己的预计的2022年的指引呢是1400万到1800万之间，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呢，它是远远的低于华尔街市场对它的预期。那么我个人是怎么来看这个指引的呢？其实在各个公司报指引预计的时候呢，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策略，有些公司呢会报的比较保守，这样的话呢，一旦它实际的数据可以超出它原先的一个指引呢，会引起市场的一个上涨，因为它是击败了市场预期，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策略。当然也有像 SANS 这种情况呢，也存在实际的情况，因为它的180天的 CGM 刚刚获得批准，从第2季度开始上市，经过第3、第4季度，它的整个的公司的产品呢还在推广阶段，所以呢，经过这2-3个季度，也许在营收方面的帮助不大，主要呢还是要靠原来的90天的一个产品造成它主要的销售。另外一方面呢，
在2022年至少第一季度，也许在第二季度，整个的新冠的疫情的影响还在，对整个的医院的采纳它的 CGM， 包括到医生的诊所进行这个小的手术，都会还是造成影响。这些呢，也有可能是公司的一个考虑在内。所以他目前自己的指引呢是1400万到1800万。我个人觉得，如果最终 SANS 它的这个营收可以达到他自己指引的一个上限，也就是在1800万附近，对2021年的比较来讲呢，将是有30%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对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因为 SANS 呢，毕竟也是一个初创公司，还在它公司开发的一个早期阶段。SANS 也是逐渐的帮助 SANS 在拓展市场。目前呢，它还是市场的一个新生儿，所以呢，我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策略。我认为公司在一开始的阶段有一些缓慢的增长也是正常。但是目前至少从华尔街的角度呢，他们对2022年今年对 SANS 的期望值还是非常高。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是引起它今天股价大跌的第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引起它今天股价大跌的第二个原因呢，是更加重要，是更加主要的一个原因。从屏幕上方的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从1月28号开始 ，SANS 的股价就是连续连涨了10天。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连续上涨呢？我在第340期视频中也跟大家做了分享。有机构，比方讲贝莱德，它就是大力加仓了 SANS， 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它预计到 SANS 的 FDA 将马上批准它的180天 CGM， 所以呢就是加仓买入了 SANS。对这些机构来讲呢，它买入 SANS 的目的并不是长期投资，它完全呢就是来一波的短期炒作。当然，我觉得 SANS 呢也在自己公司的这个操作层面呢也有一定的问题。它这个180天 CGM FDA 的批准呢拖了很长时间，当然这不是他自己的原因，是 FDA 的原因。但是同时呢，在几周以前，他公司呢也是做了一个宣布，告诉市场他马上就要得到 FDA 的批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都知道 FDA 有可能会批准 SANS 的产品说的夸张一点，连grandma都大家都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机构就是趁机炒作，低价买入 SANS 的股价，然后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就是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当今天真正的这个 FDA 消息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大力的抛售，拉一波就跑，这是这些机构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操作，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市场上也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担忧，特别是做空 SANS 的一些机构的担忧，就是说一旦 FDA 的消息批准以后呢，引起它股价的暴涨，对这些做空的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軋空的现象，对他们将会损失惨重。所以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这些做空的机构也是先下手为强，大力的做空 SANS。所以呢，在这两股机构的影响下呢，今天造成了 SANS 股价的一个大跌。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我分析的这几个原因的影响下，今天一开盘以后 ，SANS 的股价就直接一个向下的跳空低开，直接是跌破了3.3块的支撑位，然后呢，全天又是暴跌了1块多，从百分比呢，它是暴跌了近34个百分比。跌破了3块钱的支撑位，再次跌破2.7块的支撑位，一直跌到2.4块的这根支撑位呢，才收跌，微微有所收起，最终是收在了2.4块2。所以呢，从技术图形我们看到，这个9天连续的暴拉，它通过1天的这样一个暴跌，直接就收回来了。我们看到它这今天的交易量也是非常大。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有非常明显的机构出货的这样一种迹象，处于一个标准的一个放量暴跌。那么对我来说，我个人会怎么操作呢？
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跟大家做过分享，我对 Sense 呢，我是投资这只股票是看好它的一个发展前景，也就是说，虽然它的这个嵌入式的 CGM 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但是呢，与目前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相比，我认为有很大的一个竞争的优势。而且呢，它做的一些保证也正在逐步的实施，比方讲它的180天的产品，我们看到它也是如愿的、如期的通过了 FDA 的批准，说明呢 FDA 也是认证了它的产品在它的准确度乃至它的持久性方面的一个标准。而现在呢，从产品角度，它也在继续研发它的365天的下一代的 CGM， 也正在逐步的发展之中。所以呢，从公司的整个发展前景呢，我觉得它也是按部就班的在持续的向前进。当然，它毕竟是一个初创公司，也是一个小的公司，它不可能一下子就产生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从它目前提供的一个指引来看呢，从投资的角度，我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它目前的公司指引呢，是对今年是最好情况下呢，有大概30%的一个涨幅。因为它作为一个初创公司，也有不少的一些难题需要克服，包括它要打开市场的知名度，它毕竟是一个新的产品。另外呢，新冠对它的公司的这个业绩还是有一些影响，而同时呢，它自己也要和 Sensia 继续合作，来开发和扩展他们的一个 marketing 的 efforts。对我来说呢，我也是允许给予他们时间来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它的品牌的知名度，开发它的市场，而并不是一下子指望它有一个爆炸性的这样一个增长。我觉得如果 Sense 可以保证这样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增长发展态势，很有可能它会对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 Dexcom 发起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挑战。即使它不能成为像 Dexcom 这样的大公司，但是从长远的投资角度来讲，也会有不错的一个增长回报。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做任何的恐慌的抛售和操作，而是继续持有我 Sense 的仓位。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个人思路和操作，并不是投资建议，朋友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符合自己的一个决定。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